男人只是向洞口看了一眼，立马变得紧张起来。他赶紧拿来机械狗进行拍摄，想看看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。结果刚调试好摄像头，身后就传来咣咣咣的声响，紧接着一个诡异的身影从里面爬了出来。然而下一秒，2024瑞典最新恐怖片连击中指惊悚来袭，一经上映成为无数人的午夜噩梦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上好友一起抱团观看。电影开始，一群年轻人准备前往一座废弃的古宅，据说那里曾是女巫的住所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房主给教会写了10几封信都没得到回应，完全无视他的求助，最终导致妻子难产不治身亡。男人悲痛不已，曾尝试用各种方式复活妻子，结果召唤出来的竟是其他生物。数百年过去了，从来没人敢踏入此地。马克是网上爆火的灵异主播，他们和其他博主一样，经常探索各种鬼屋来赚取流量，并且通过道具和场景制造恐惧，让粉丝们误以为真的有鬼存在。这天，马克收到一些特殊信件，上面标记了鬼屋的信息和地址。马克兴奋不已，立马带着团队前往。不料刚走到半路，突然被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徒步前行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了古宅。由于荒废多年，这里的入口已经被完全封死。好在他们早有准备，用切割机将铁门破坏后，成功进入古宅。房间内完全被蛛网和灰尘覆盖，没有任何人闯入的痕迹。马克决定分头行动，探索每一个房间，结果被大家无情拒绝。无奈之下，马克只好独自探索。走进另一边房间，发现里面到处充满恐怖气息，桌上还摆着各种各样的饰品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异响，马克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。走进房间后，马克发现里面竟然是一间婴儿房，非常适合做他们拍摄的场地。第二天，所有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布置通灵现场。然而就在他们一切准备就绪时，马克突然传来一个坏消息。原来之前的摄影师突然跑路，还把他们表演剧本的事全部曝光了出去。现在网上议论纷纷，对他们极其不利。因此为了得到粉丝的信任，他们不得不临时更改剧本，向人们证明他们的驱魔能力。于是让翠花扮演被邪灵附身的少女，马克和卷发妹扮演驱魔夫妇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自制了专用探测仪，只要有鬼魂靠近上面的指示灯就会亮起。随后几人围坐在一起，让翠花放空自己，将所有情感释放出来。一旦恶鬼现身，他们就会立即驱魔。可翠花闭眼后却迟迟进不了状态。原来她前不久驾车时不幸发生意外，导致双胞胎弟弟不幸身亡。从那以后，翠花一直陷入深深的自责，无法自拔。同伴们见状赶紧上前安慰，不料他们刚离开，仪器上的指示灯就突然闪烁起来，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这天深夜，墙上的木板突然脱落，黑洞里不断传出恶魔的低吼。下一秒，翠花的房门突然自动打开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翠花察觉到异常后，急忙起身查看，结果并没发现异常。不料她刚转过身，另一扇房门又突然打开。翠花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，发现墙上莫名出现一个大洞。翠花被吓坏了，立马找到尼克，将刚才发生的怪事告诉了他。马克以为鬼魂出现，赶紧带着众来前来拍摄。卷发妹认为他们已经和鬼魂建立联系，决定在这里放台摄像机进行24小时拍摄。不料第二天眼镜妹观看视频时，发现所有固定摄像头都出现异常，画面不停闪烁，仿佛遭到某种电磁波干扰一样，导致所有素材全部无法使用。这让马克很是不爽，对着摄影师小胖就是一顿臭骂。小胖自然不会惯着他，立马提出辞职，并要求他额外支付今晚的加班费。然而就在两人发生争吵时，翠花无意间发现一张照片，上面正是他们刚才所拍摄的房间。可奇怪的是，现实中根本没有男人身后的那扇门，如果是房主刻意隐藏起来的，说明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马克兴奋不已，立马召集同伴一起寻找。撬开木板后，果然在后面发现一道暗门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里面全是70年代的物品，说明这里已经有上百年没人来过。随后马克在柜子里发现一些尘封已久的录像带，而且旁边就是对应的录像机。马克见状赶紧让小黑送来电源，可就当小黑拽着电线向楼下走去时，地上的电线竟诡异地漂浮在半空，然后又突然掉在地上。当小黑转过头后，丝毫没察觉到异常。随后小黑将电线带进房间，接通了电源，马克插入录像带开始播放第一段内容，结果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秘密，只是一家人记录的生活视频。就在马克准备关闭时，突然看到一本诡异的书籍，里面好像是某种招魂仪式的罗盘。除此之外，地上还散落着许多图画，其中一张是小孩画的全家福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们家明明是5口人，上面居然多出一个诡异的身影。紧接着马克播放了最后一盘录像带，发现里面的内容逐渐变得诡异起来。自从搬到这里，小孩每天都会做噩梦，还经常在房间里看到陌生人的身影。就在这时，老奶奶从原房主的日记中发现，她每晚都会听到恶魔的低吼，而且她越恐惧那种邪恶力量就越强大。
随后，老太太根据日记中的描述来到地下室，在里面发现一个诡异的祭坛，仿佛进行过某种招魂仪式。马克总感觉那里隐藏着什么，立马带人来到楼下寻找。然而，就当小胖放下摄像机上前帮忙时，一个诡异的身影突然从镜头闪过。小胖并没发现异常，拿起摄像机继续寻找。可他们找遍整个房间也没找到所谓的地下室。与此同时，卷发妹正在房间臭美，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站着一个怪兽。好在对方并没伤害她。转眼间又突然消失不见。另一边，眼镜妹一直盯着监视器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房间里游荡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决定今晚和马克一起睡。可马克对她根本不感兴趣，准备熬夜看完所有视频，查出真相。不料里面的内容让他彻底震惊。老太太先是开枪打死所有家人，然后来到镜头前说出这栋房子的秘密。原来老太太是驱魔师的后代，这里一直封印着一个恶魔，被祖先用祭坛禁锢，永世不得翻生。但每隔50年都需要献祭生命来加强封印，否则恶灵会吞噬恐惧，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因此老太太杀死了所有家人，因为她认为摆脱恶魔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里彻底遗忘，不让任何人进入。录下视频就是希望后代遵守承诺。说完，老太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嘴巴，果断扣动了扳机。可遗憾的是，她最后竟然把录像带留在了房子里。为了验证视频的真实性，马克立马在屋内翻找起来，没想到真的在盒子里找到了那把手枪，然后回到电视前进行逐帧观看，将画面定格在老太太枪杀家人的瞬间，发现一个鬼影正躲在角落注视着一切。马克兴奋不已，急忙拿出手机拍照。没想到这次他们终于遇见了鬼，如果发不出去，一定会让他们节目爆火。可他并不知道，今天刚好是献祭的第50年，邪灵早就突破封印，在房间里四处游荡。另一边，卷发妹正在观看学习资料，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公公公的声响，她急忙出去查看，结果并没发现异常。可就当她准备返回时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恶魔的低吼，卷发妹被吓得撒腿就跑，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。与此同时，眼镜妹通过监控发现卷发妹正傻傻地站在原地，她察觉到不对劲，急忙过去查看，结果看到卷发妹正在疯狂地撞击木门，然后缓缓地转过身，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。下一秒，一个鬼影突然出现，卷发妹被吓得连连后退，结果不小心摔下阁楼，当场饮恨西北。眼镜妹被吓坏了，急忙跑回房间，打算从监控器上找到马克，然后将这件事告诉给他。结果无意间发现黑暗的角落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，而更恐怖的是，这里正是他现在所处的房间。下一秒，一个黑影突然从眼前一闪而过，卷发妹被吓尿了，想要逃跑，结果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到在地，仿佛被邪灵控制一样，无论她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随后恶灵现出真身，扭动着身躯向她缓缓走来。另一边，马克和翠花看到卷发妹的尸体震惊不已，翠花怀疑这就是老太太所说的献祭，劝他们赶紧离开。可马克却不以为然，认为他们不应该早早下结论，决定继续寻找真相。小胖早就被吓破了胆，一刻也不愿待下去，准备找机会逃出别墅。可刚来到楼下，就听到身后传来异响，然而下一秒，小胖被吓得菊花一紧，拼命跑出大楼，拎着摄像机在树林里一路狂奔。结果好不容易来到车上，居然发现车钥匙还在老宅。就在他一脸绝望时，一个老太太突然出现，非常热情地询问小胖是否需要帮忙。小胖以为遇到了救星，想也没想就要和老太太一起离开。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老太太就开车撞了。另一边，几人来到监控室，找到了半天也没见到眼镜妹的身影，只在地板看到一条鲜红的血迹，一直延伸进墙上的黑洞。为了查出真相，马克让小黑用机械狗进行探索，惊恐地发现里面竟然隐藏着一条长长的隧道。随着机械狗的不断深入，画面突然出现故障，仿佛受到某种电磁波的干扰，最终在即将抵达尽头时彻底没了信号。可小黑收回机械狗后，发现信号接收器并无异常，于是他准备马上进行第二轮探索。谁知刚把摄像头对准洞口，就看到此生难忘的一幕。当两人冲进房间时，小黑早就消失不见。马克被吓尿了，立马带着翠花向楼下跑去。结果刚来到门口，发现铁栅栏又被一个老头重新焊死，然后用木板将大门完全封住。原来他和刚才杀死小黑的老太太就是视频里侥幸活下来的兄妹。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想继承驱魔师的责任，所以才以鬼屋名义向马克发出邀请，
让他们代替自己完成献祭。得知真相后，马克立马返回楼上，准备拿走所有录像带和翠花另寻出路。然而就当两人准备离开时，房门突然关闭，紧接着身后突然传来公公公的声响。为了活命，两人立马冲进里屋并将房门反锁，然后钻进恶魔老巢寻找一线生机。或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。两人在狭窄的隧道艰难爬行，经过一个丁字路口时，见到了小黑和眼镜妹的尸体。翠花被吓得菊花一紧，但为了活命，只能克服内心恐惧继续前行。穿过隧道后，终于见到视频中的祭坛，这里就像一个地下牢房，让人不寒而栗。随后马克惊恐地发现地上的封印已经出现缺口，所以恶魔才会逃出地下室。就在这时，诡异的咯咯声再次响起，两人被吓坏了，急忙冲进最后一个房间。现在他们已经无路可走，如果被恶魔盯上，肯定必死无疑。这时翠花圣母心突然爆棚，一把抢过马克的枪，准备吞枪自尽，因为他相信只要这件事不再传播，悲剧就不会继续上演。马克被整得一脸懵逼，立马摘下录像带，表示把他们丢在这里就不会有人发现。可翠花依然不死心，无论如何也要和他同归于尽。好在关键时刻房门突然打开，翠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到门外，她一心求死，再次捡起地上的手枪。然而就当她扣动扳机时，身体突然被转，没想到力度刚刚好，懵逼不伤脑。最后一脸绝望地被恶魔拖进黑暗。现在马克成了最后一名献祭者，他知道恶魔很快就会找到自己，果断走出房间与恶魔进行谈判，表示自己并不是真正的献祭者，现在和你一样只想离开这里，并向恶魔承诺只要放自己离开，他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，到时候你就会获得更多恐惧，变得无比强大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解除封印，重返人间。没想到恶魔听后果断答应下来，帮他打开一条求生之路，逃出了老宅。镜头一转，马克凭借鬼影直播在网上爆火，短短半年时间就实现了财富自由，整天美女相伴，终于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。可恶魔怎么会轻易放过他？就在马克上厕所时，周围再次传来诡异的声响，紧接着房间里的灯光开始闪烁起来。然而下一秒，